俄乌战争爆发后，很多人推测乌军可能撑不过1周，因为俄军有钢铁洪流。如今战争还在继续，俄军坦克并没能成为主角。不仅如此，就连西方军援的 M2、豹2等经典坦克也在乌克兰的战场上折戟沉沙。这个时候，大家才恍然大悟，和曾经的战列舰一样，坦克也没能逃过被战场抛弃的命运。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乌克兰南部乌赫莱达发生了一场自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坦克战，俄军大约有6个以上的坦克营投入了战斗。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一战俄军130辆坦克以及装甲运兵车，大约4个坦克营的火力配置被乌军尽数摧毁。这是俄罗斯在此次战争中输掉的最大规模的坦克战。当然了，德国援乌的豹2以及美国的 M2 步兵战车也在这场装甲战中损毁不少。从无人机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看到，大量俄军北约坦克、装甲车残骸被丢弃在平原。此战过后，乌克兰军方表示，美国援助的 M777 榴炮、标枪导弹等西方反坦克武器是这次大败俄军坦克纵队的关键。除了这场战斗，通过这场战争双方坦克的整体遭遇，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无论是单价$85,000的陶式反坦克导弹、4万美元的标枪，乃至1400美元，还不如坦克一根炮管之前的 AT4 反坦克火箭筒。这些玩意儿个个都能让坦克熄火趴窝。在城市巷战中，甚至一个简单的高爆燃烧瓶也能让坦克丧失战斗力。面对战场上众多的天敌，动辄几百上千万美元的坦克，与其上前线被毁，再搭上至少2名士兵，还不如留在后方仓库等着生锈腐烂。不可否认，2022年之前，特别是1战、2战期间，装甲坦克确实是无敌般的存在。当英国马克1型坦克首次出现在战场的时候，德国人顿时惊呼，这简直就是魔鬼。那个时期的坦克天敌不多，坦克后面会跟着大批步兵，随时从侧翼突防。这种移动城堡般的掩护，对于防守方来说才是最恐怖的。不过，自2战结束后，这一绝对优势趋向平衡。你有我有，大家都有。那么原本用作战场推进的移动掩护的坦克，开始升级为拼火力、拼装甲的坦克大战。不过从1991年，也就是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两军装甲对垒的局面几乎完全消失。主要原因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坦克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海湾战争之前，美国陆军稳步发展着巴顿系列坦克，什么 M47、M48、M60等等，而德国豹1型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坦克之一，能和苏联的 T5455展开对攻，且不落于下风，是以上这2型坦克最初的设计理念。苏联下一代 T6272 提升了火力和装甲，这一改变迫使美国巴顿系列和德国豹1不得不面临升级，甚至是针对性的重新研发。钢铁洪流这个词形容的就是苏联时期苏联装甲军团的规模和实力，所以英国和美国对坦克的性能提升也是格外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采用特殊装甲、热成像瞄准器、先进火力控制以及涡轮发动机等技术的新一代坦克相继问世。像美国的 M1、德国的豹2以及英国挑战者2以上3型坦克都是以苏联坦克军团为假想敌而设计研发的，其中 M1 则是美国陆军坦克的设计巅峰。1990年底，美国陆军为早期 M1 安装了小型 GPS 接收器，可以接收来自 GPS 全球定位系统导航卫星提供的精确位置数据，升级型号为 M1A1。为防备125毫米滑膛坦克炮，在炮塔正面又加挂了贫铀装甲，这一升级使之又成为了 M1A1H1 型。1991年2月，海湾战争的最后几周，美国向战场部署了3个装甲步兵师、2个机械化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步兵师的结构相似，主要的区别就是装甲师有6个装甲营和4个机械化步兵营，机械化步兵师则有5个装甲营和5个机械化步兵营。装甲营的结构也是一样，一个总部连，4个坦克连，每个连有14辆 M1，营级配置为55辆。另一个装备 M1 坦克的是2个装甲骑兵团，这些团由3个装甲骑兵中队组成，每个中队各有3个装甲骑兵部队，1个坦克连，每个团共计116辆 M1 坦克和132辆 M3A2 步兵战车，
以上兵团包括1223辆 MEA-1HA、733辆 MEA-1，以及转移至沙特阿拉伯地区的523辆 MEA-1。此次战争，美军共投入 M1 主战坦克2479辆。在科威特和伊拉克邻近地区，隶属伊拉克第3战略梯队则装备有8个装甲师、4个机械师和31个步兵师，共约有4111辆坦克和2570辆装甲步兵车，等着和美军的装甲展开对攻。这种规模的对垒，也许很多人都期待在乌克兰战场上演。俄军成千上万辆战车一字排开，成队列向乌克兰推进。另一边呢，是北约各国军队以豹2、M2 挑战者所组成的装甲大军，在乌克兰以及周围战线迎接俄军。这种战况确实很有压迫感，或者说有一种集体暴力美学的体现。但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这个画面肯定不会出现在乌克兰。不出意外的话，1991年的海湾战争会是人类战争中最后一次坦克大战。在地面行动爆发之前，美国空军已经对战区进行了数周战斧导弹的空袭，伊拉克指挥网络几乎全部中断，所以伊拉克炮兵基本上没有发挥作用。1991年的2月23日，地面行动开始，美国第18空降军深入伊拉克，到达科威特西部，率先切断了伊拉克军队撤退到幼发拉底河流域的路线。随后，美军24步兵师同时出动1793辆履带式坦克、6566辆轮式装甲车以及94架飞机。一时间，无论是地上跑的、天上飞的，整个师就跟疯了一样，在开阔沙漠里狂奔。这里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画面。沙漠正赛的头2天，美军并没有遇见大规模伊拉克装甲部队，几场小规模战斗，无论是火力输出还是结果，都是非常不平衡的。第一场是进入阿纳西里耶以东的第102战斗阵地时，美军步兵师第464装甲部队遭遇了伊拉克防空炮兵部队和坦克突击队的抵抗。2月25日，第7军先锋第2装甲骑兵团摧毁了伊拉克第12装甲师的一个增援机械化步兵营。这2次突击战都是以美国坦克部队大胜告终。海湾战争最重要的坦克战斗开始于1991年2月26日，位于科威特西北部东线60号区域。该地区伊拉克装甲部队是共和国卫队第3和第2师，以及第12机械化师和第12装甲师。此处的盟军为美第7军第1、第2、第3装甲师以及英国第1装甲师。早上7点，战场被一场沙尘暴笼罩，能见度降低到200米左右。以美军为主的盟军坦克依靠电子设备以及弹药的超远射程率先开火，针对10辆 T72 坦克组成的伊拉克部队的第一次战斗开始了。不出意外，这波伊拉克坦克部队还没有做出反应，就遭到了盟军坦克部队的远程火力攻击，10辆 T72 瞬间报废了8辆。当天下午，盟军部队抵达东线70号线，遭遇伊拉克第12装甲师和第50旅的 T72 坦克和 BMP 步兵车的顽强抵抗，东线73号战斗全面打响。在23分钟的坦克对轰后，伊拉克坦克以及战车共78辆彻底报废。如果把这场战争比作电影，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头。第二天清晨，也就是2月27日，美军装甲师与塔瓦卡尔纳什的南部主力部队终于碰上了。激烈的坦克大战随即开始，几千辆坦克在战场闪转腾挪，炮塔对轰整整持续了12个小时之多。这一仗，美军3个装甲师共摧毁374辆伊拉克坦克和404辆步兵战车。M1 坦克共发射120毫米坦克炮弹774枚，布拉德利步兵战车发射25毫米弹药11100发，以及反坦克导弹101枚。单从弹药的发射数量就可以想象当时战场的激烈程度。据亲历者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这一仗结束时，战场遍地都是殉爆的坦克车体，车体中燃烧残骸、柴油以及融化的金属和塑料，使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复杂的焦糊味，让人终身难忘。最后一次大规模坦克对坦克地面作战是发生在停火几天后。1991年3月2日凌晨，巴士拉地区的其他部队企图突入，美军用多管火箭炮封锁哈马尔水道上的堤道。与此同时， M1A1 坦克与鲁玛雅油田的汉谟拉比什残部展开了长达10个小时的对轰。
当天下午，伊拉克人以损失187辆坦克、400辆轮式装甲车为代价，结束了这场很可能是人类最后一次的坦克大战。美军仅仅损失1辆 M1A1，而且这辆坦克还是被旁边爆炸的 T72点燃所引起的车身着火的。据美军发布的战争数据显示，陆军方面共81名前线士兵死亡，7辆 M1A1 坦克和20辆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被毁，而这7辆被毁的 M1 坦克全部来自交战时友军的误伤。反观伊拉克，仅仅被美军 M1 干掉的坦克和战车就多达2000多辆。与以往的冲突相比，此次战争无论是人员伤亡还是装备战损，都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拥有先进技术综合优势的 M1A1 坦克无疑充当了重要角色，不仅帮助盟军瓦解了伊拉克部队，也将美军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回顾完海湾战争的坦克大战，咱们话说回来，如此强大的陆地神器在美军手里所向披靡，那为什么到了其他国家手里它就不灵了呢？按理说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除非它不是金子，或者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金子了。海湾战争后，美军在总结报告中把 M1 坦克夸成了神器，称其创造了不可战胜的神话，甚至宣传 M1A1H1 可以轻松秒杀苏制 T72。很多国家并不了解此次战争的作战过程，当他们看到美军发布的无敌战绩后，开始疯了一样采购 M1。先是埃及，一口气就买了整车和组装车1130辆。虽说出口埃及的 M1 只配备 KW 系列无合金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性能比美国自用的稍微落后，但防护能力和原型 M1 一样，都使用碳化无合金装甲。澳大利亚买了53辆 M1A1M， 较埃及版增加前视、红外以及远程目标探测传感，同样只配备了 KEWA2 无合金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不过整体性能要略高于埃及的 M1A1。1994到1997年间，重组武装力量的科威特采购218辆出口型 M1A2。M1A2 最大的改进是增加了独立的车长周视镜，捕捉目标的速度提高了 45%。与此同时，还配备了由数字化数据总线连接战场管理系统，能自动提供敌我位置、后勤信息、目标数据和命令。火控系统更是与美国自用型相同。沙特比科威特早1年购买了315辆 M1A2，2006年追加58辆 M1A1，2013年追加69辆 M1A2S，2016年再度采购153部 M1A1A2 车体组件。摩洛哥通过美国的 EDA 剩余国防物资计划，以折扣价分2批订购共284辆翻新库存的 M1A1SA 坦克。作为唯一一个受到 M1 坦克暴打的国家，伊拉克军人对该型坦克更是顶礼膜拜。伊拉克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就向美国租借了22辆 M1A1 坦克，随后直接采购146辆，装备在了第9装甲师的4个坦克营。虽然这批 M1A1 坦克是美军专门为伊拉克生产的低配版，没有贫铀装甲，热成像系统也被降为旧型号，但尽管如此，伊拉克新政府用它来应对冲突是绰绰有余的。时至今日，以上国家当中，只有沙特的 M1A2 和伊拉克的 M1A1 坦克参加了实战，但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冲突发生1个月的时间内，伊拉克 M1A1 坦克1/3被击毁，沙特的 M1A2 也被胡塞武装缴获了20辆。如果说沙特、伊拉克军队战术水平不足，用的又是低配版，可是后来就连美军自用的 M1A2 也在伊拉克屡屡被摧毁，这又怎么解释呢？伊拉克战争，美军也投入了 M1A1 坦克，包括数字化程度更高、火力防护更强的 M1A2SEPV1。不过很快，在伊拉克街头，无论是 M1A1 还是更先进的 M1A2SEPV1 都出现了大量折损、被摧毁、击伤，甚至和 T72 一样，炮塔直接被掀飞的景象频繁上演。摧毁的 M1A2SEPV1 摆在世人面前，海湾战争美军所包装的战无不胜的 M1 坦克神话由此彻底破灭了。对此，美国军事专家曾给出了这样一个解答，说美军再也遇不到萨达姆时期那种比豆腐渣还脆弱的军队了。其实咱们回顾一下，是这么回事，好像呢也不是这么回事。在海湾战争地面行动开始之前，美国空军已经发动战斧摧毁了伊拉克90%的防空和近一半的火炮系统，
15%的坦克以及大约25%的其他装甲车辆也在轰炸中损毁。严格来说，空袭并没有影响到伊拉克陆军的战斗力。那美军付出伤亡100多人的代价，打败50万伊拉克机械化正规军，这究竟是谁的功劳呢？除了科技的优势，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伊拉克士兵被第一波空袭吓破了胆，士气全线崩溃。但是自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装备简陋的伊拉克民对美军的恐惧感逐渐消失，或者不再那么强烈了。结局显而易见，他们找到了对抗美军坦克的制胜法宝，各种单兵武器轮番上阵，像土的掉渣的路边炸弹、汽车炸弹、地雷、火箭筒、单兵反坦克导弹，甚至二战时期的燃烧瓶也被搬上了战场。M1A2 在这些家伙面前并没有表现出海湾战争中优异的防护力，最终美军付出伤亡几万人的代价，也没有把 M1 的神话延续。自2022俄乌开战至今，俄乌双方军队都已经付出不小的代价，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双方坦克的损失。据不完全统计，双方折损的坦克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了2700辆，其中大部分都是被海马斯、标枪甚至更为廉价的反坦克火箭筒摧毁的。很明显，本世纪的坦克不仅仍然有武装直升机这个传统克星，上面所提到的火炮以及单兵反坦克武器更是它的天敌。不像一战、二战时期，坦克横行霸道，很长时间也不会挨上一次有威胁的攻击。那个时期的炮弹没长眼睛，经常也打不准，所以分给坦克的主要任务就是凭借其强大的装甲进行硬扛，作为移动碉堡或者说移动大炮对敌方前线进行火力输出，从而撕开战线的口子。简单理解呢，就是突击和掩护。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以标枪导弹为例，标枪呢是一枚射后不管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发射后能自动打击坦克，并在飞行途中将高度爬升至150米，然后在最高点对坦克进行俯冲式攻顶。这个部位是坦克的致命咽喉，被击中后要么殉爆，要么炮塔飞走。一枚标枪导弹的价格仅为4万美元，不仅携带方便，且数量众多。最关键的，标枪的串联弹头还拥有高效的爆破穿甲力。退一步讲，就算第一炮没打准，那么第二枚打过来，也就是几秒钟之后的事儿。除非坦克有一层高科技隐形能量防护罩，被打后仅仅是产生一圈蓝色的光圈，否则甭管是爆炸式反应装甲还是豹二的陶瓷复合式装甲，都很难接二连三扛住这种穿甲弹的攻击。如果说步兵反坦克武器的推广极大制约了坦克的陆战霸主地位，那么小、中、大型无人机的登场无疑让坦克的前途更加黑暗。4轴无人机飞到坦克上方投放弹药的画面，相信大家也一定不陌生。几乎每天社交平台上都有人发布此类的信息：一名飞行员戴着头盔，遥控小型无人机将炸弹从坦克上方投下。这种方式不仅安全高效，成本也只有几百美金，而且还是循环使用。从坦克戴上安全帽这个特征来看，这算是又诞生了一个新的坦克杀手。2020年第二次纳卡战争在很多人看来就像是菜鸡互啄，原因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这双方的体量实在太小。然而这场战争也让人眼前一亮，土耳其拜卡公司 TB2 无人机搭载以色列哈尔普导弹，因为此次低水平战争迅速走红。这一组合在短短45天时间内摧毁88辆坦克、51辆步战车和自行火炮在内的数百个目标。在抵抗俄军初期，乌克兰的 TB2 无人机的战绩也很突出。一开始，俄军的快准狠打击使乌空军几乎找不到方向，但不久后，乌军从土耳其引入颗 TB2 无人机，在投入战场1天内，该型无人机先后摧毁了俄军2个机动防空雷达、2门托式榴弹炮以及10多辆包括俄军坦克在内的装甲车辆。而且在这2次战争中，大出风头的 TB2 还是一个体量和载弹量都有限、速度和航程也较低的无人机。同样的情况，如果换成 Q9 这一类的大型察打一体机的话，那么地面部队的损失还要大增数倍。集侦察打击于一体的无人机，在保持攻击范围不对等的同时，成本更低廉，使用更便利，自然也更容易集体出动。在这种情况下，坦克牺牲机动性、牺牲内部空间换来的火力、掩装甲、强越野能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与之相比，装甲步兵战车虽然也扛不住单兵反坦克武器，但最起码它能运输士兵和武器，而且还有机会利用较为灵活的机动性躲开火箭筒的打击，所以人家最起码还有点用途。你说一个既没有机动性，上了战场几分钟就能被摧毁的坦克，还跑到战场上干什么呢？近年来，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先后都宣布要对地面部队进行数字化轻装改进。其改制的核心之一，就是先将所有的重型主战坦克全部扔进回收厂。2020年8月，英国国防部就表示，英国陆军开始计划淘汰全部的227辆主战坦克和300辆武式步战车。这一撤裁，几乎2个装甲师的兵力就此消失。2020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宣布计划将现役450辆 M1 系列主战坦克及其运输单位。或许有人会说，坦克一定会留在战场，因为任何时候都需要人员的地面推进，特别是在抢滩登陆这种战况下，尤其需要坦克在前方吸收火力。我们就以攻坚战为例，简单聊一下，此类作战是高强度陆战常见形式。如果没有坦克强大的直瞄火力支援，轻装甲步战车很难保证自身生存率，没有战车，步兵更难以推进。这个道理放在以前或许是正确的。在以上攻坚战况下，现代坦克充当的其实是最前线的侦察突击以及火力输出任务。那么当坦克侦察到敌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坦克本身同样会面临反坦克导弹的打击，后续的突击和火力输出也无法持续。那么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仅仅是把它爆炸后的坦克当成一个高价研制的防御工事吗？坦克的归宿真的是废旧金属回收站吗？其实从目前来看，就算坦克不适应现代战争，也不可能马上全部退出战场。但是从战场主角沦为配角，甚至是边缘化，一定是他最终的结局。2年前，美国宣布淘汰重型坦克的同时，增加了海马斯自行火箭炮的配比，以及多用途无人机及无人快艇的战术配合。美国海军陆战队近年来也多次进行无人平台和隐身战机之间的快速行动演习，传统的重装作战单位登陆演习则越来越少。拿现阶段来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今年6月份测试了远征火力遥控地面作战系统。所谓远征火力遥控地面作战系统，其实就是一套基于4×4联合轻型机动车轮式底盘改进而来的地面无人战车。这套系统装备了155毫米无人轮式自行榴弹炮，一套具备远射程、弹件合一、6连装模块化储运发射箱、无人式远程多管自行火箭炮系统，且具备一定的隐身能力。该系统不仅能发射大多数美制对地对空导弹，还能发射低弹道飞行模式下射程最高达185公里的 NSM 反舰导弹。目前无人车的4种应用已日趋成熟，分别是后勤补给运输、侦察、作战、伤病员撤离。莱茵金属公司称，现在的工业能力制造一个满足机动性和耐用性的智能平台完全没有问题。该公司的任务大师装甲无人车不仅能在战场打头阵充当急先锋，还能与士兵一起进行战术配合，而且还具备有2栖作战的能力。在战场上和有人驾驶坦克一样，既能保证了火力输出，同时也减少了人员伤亡的风险，这对于惜命如金的美军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通过以上这些装备的发展来看，如今的地面战争，特别是面对大型战场，会像海湾战争开始后第一轮空袭那样，首轮打击只会更加惨烈。无论是前线侦察还是火力压制，都不再依赖重型坦克的参与。搭载着遥控和无人驾驶平台的多功能战车会逐渐取代坦克的侦察及火力补充作用。除了无人，未来地面主力作战装备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小型化、轻量化。小型化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俄乌战场上的小型无人机、穿越机让莫斯科与基辅都吃了不少苦头，关键是彼此都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今天呢，咱们来重点说说轻量化。2023年6月20日，弗吉尼亚州贝尔沃堡美国陆军建军248周年仪式上，美军新一代轻型战车正式命名为 M10 布克。M10 配备大口径火炮，采用履带式底盘，典型的坦克模样。这是时隔30年美国陆军再次装备轻型坦克，但美国陆军称其为战车而非轻型坦克，原因呢就是它的作战定位。这型战车的定位并不是冲到前线，而是为步兵提供高机动野战支援火力。
该战车配备120毫米口径的主炮，具备最新一代的信息化作战能力，与美军战场信息系统互联，拥有一定的装甲防护力，能够抵御轻武器射击和常规炮弹的破片杀伤。战斗权重在25到35吨之间，一架C-17运输机可以运载2辆。相比此前的重型地面装甲装备来说， M10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量轻、体积小，因此十分便于使用大型运输直升机、战术运输机等空中运输平台空运。加上其本身地面机动性较强且容易部署的优势，非常适合在不同海上岛屿间来回进行机动作战。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主战场大多都是海域中密布的不同岛屿，所以这样的装备用起来将十分趁手。其次，这些轻型战车不仅射程远、精度高，并具备较强的火力输出，而且生产耗时和成本都较重型坦克低很多。因此，如果在战时需要，可以随时进行大批量以及快速的生产。综合以上来说，无论是轻型战车还是无人多功能平台，都将是未来地面部队重要的发展方向。想要在战场取得主动权，就要像100年前的坦克一样，突然出现把德国部队惊得瞠目结舌，这样才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当你有我有大家都有的时候，难免就会出现装备之间的对打。就像上个世纪的坦克大战，那一时期的坦克其实已经失去了它原本存在的意义。无人、轻量、作战装备跨代式的升级，是对敌方进行技术反制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很多国家正在进行的，并最终一定会走的发展路线。就算坦克或者轻量型战车一直没有被取代，那断然也不会再出现军团级的装甲大战了。俄乌战争中的坦克对坦克，也许大家看一次就少一次，且看且珍惜吧。我是火力军，本期节目就是这些，下期再见。